殿下，你穿成这样，是要去哪儿啊？舅舅已经对我尽数如实相告了，他让我去蒙山跟他会合。有人在追你啊？家里人，就我爹爹宴请了一个他同僚，对方还把自家公子带来了，这不摆明了鸿门宴吗？我想借你这马车躲一躲。上来。你就这样跑出来，不怕回去受罚？本来是怕的，但现在不怕了。我就说是殿下把我拐出来的。你这恶人先告状的本领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里也没人，咱们各走各的吧。你把我拐出来已经很过分了，你要把我留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，你那就是罪加一等。谁看见了？谁知道啊？这蒙山这么荒无人烟，还有这样的入口，这也太隐蔽了吧！这里没有车辙，入口又那么狭窄，东西不可能搬得走。我常年征战在外，这点小伤啊，不算什么。你这都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我在金卫营都看过了。看清楚了吗？那个时候水雾营让我也没看清啊。那现在看清楚了吧？谁要看？兰香，柔儿究竟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二姑娘她到底去哪儿了。爹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要不我再去问问如意楼，之前她有事都会跑那里去。啊，对，那你去找找。啊。兰香，跟我一起去。是。多谢。还有，让你身犯险境，我也有责任。你有什么好道歉的？谁知道那个董大人的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奇怪？我们刚才听见一声巨响，石头才落下来。当然，我们进入山谷之后，响声便停止了。该不会是炸药不够用吧？还是赶紧找出口吧，以免再出现什么意外。哦。看来这条路也行不通。看来现在也只有那一线天出口了，可那个出口已经被堵死了，不然的话，只能长出翅膀了。
是什么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是金矿。啊？这只是石头的表层，蒙山之内必有金矿。这如意枣可真如我心意，这时候要没有它，肯定饿死了。你还在想金矿的事儿？看来舅舅说的没错，我过来，自然就会明白。谁能想到呢？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金矿。不过既然都发现了，光明正大的开凿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金矿乃是国家之物，怎可以私自开凿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难怪，这么大座金山，谁看了不心动？舅舅并不是贪财之人，他这么做一定有苦衷。罢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想想咱们怎么出去吧。蓉儿，她今日并未到此啊。啊，张姑娘，这她还能去哪里啊？西河郡主，不必多礼，我今日是来找苏王哥哥的，你们是来迎接我的吧？对，不过殿下今日有事外出了。怎么可能？他邀请我今日来府上的呀。难道是因为我梳妆打扮耽搁，来得晚了，他生气了？都怪你！可是送信的人来的也晚啊。殿下今日有要事要办，根本不在府内，怎会邀您前来呢？管，我都来了，今日一定要见到苏王哥哥，就算他再怎么有事，总也得回府休息吧。别，他真的不在府内啊！好啊，难道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女子把苏王哥哥给骗去了？没有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殿下都失踪了。小侯爷失踪了？失踪了是什么意思？苏王哥哥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？快带我见苏王哥哥！郡主啊，此事不可声张，您且先随我入内。小侯爷，您继续寻找。苏王哥哥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们……舅舅的为人，我并不怀疑，但是在我心里，却有一丝不安。就像师父说的，此番回京，四面楚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干嘛还要回来啊？你不怕死啊？死有何惧？怕的是苟活。况且神口铁算不是帮我算过吗？说我会早死。别血口喷人了，我明明说你长命百岁，什么时候说你早死了？在你喝醉的时候。你这人还奇了怪了，认真给你算命你不信，偏要听我的醉话，难道就不可以不要苟活，但也平平安安、长命百岁吗？贪得无厌。人生在世就靠贪字啊！本铁口神算给你指点迷津了哈。这位公子呢，骨骼超然，气质不凡，本是天上的神仙，此番下凡呢，必定有一番大作为。只要你小心谨慎，便会无灾无难、长命百岁的。
不过有一点，你没有算错，我真的是个扫把星。又是我喝醉的时候说的。我3岁的时候，便被先皇后带去抚养。从那以后，母后便生了一场大病，一病不起。司天监说我是天煞孤星命格，父皇便派我去寺庙抄经祈福，母后祈福。可是没想到，却打翻了烛台，功亏一篑。父皇便说，既然煞气难消，不如利用这煞气，去边关制敌。3岁就跟生母分开，还被弄去边关，这对你来说也太苛刻了。他们说的都没错，我就是天煞孤星。看看母后，再看看现在的你，我这双手不该触碰任何人。我出生不久呢，父亲便高升了，母亲很快就有了官哥，身边人呢也都无病无灾的，而且我还得了一个师傅。你说我算不算是福星？我把好运分你吧。长官啊，打听到了，有位公子啊，在东城一户人家那儿买了辆马车，二姑娘随即便上了马车，一起出了城。那男子是谁？那位男子穿着朴素，应该是位年轻的公子，其他的不知道。但是啊，我们顺着那户人家的描述，画了一张马车的样子，或许按照这个能打听到什么。你们继续追查下去。在城郊那一带的蒙山和折山也查一下。是。蓉儿做事不会那么糊涂的，肯定是另有他由。不过此事不宜声张。傅姑娘，你若相信我的话，就先回府去。跟傅大人和傅夫人说，蓉儿就在我这儿住下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多谢刘掌柜。一旦有任何消息，也请刘掌柜立刻通知傅府。年轻的公子，难道是安王？我自己找。哎，别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不能再耽搁了，我要去找皇上，让他把锦衣卫的人全派出去，一定要找到苏王哥哥。郡主，你听我说，使不得，当真使不得。若苏王哥哥有什么事情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抵的。苏王哥哥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让皇上知道？苏王哥哥呢？殿下还未归来。哎，你今日不是要驻守锦衣卫吗？殿下吩咐过，今日酉时左右归府。若他仍未归来，就去他书桌烛台翻找，有一张图，上面画着他所去的地方。哦，走。你
是都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我们一块儿改吧。时间遗忘多少繁华，梦里消失的斑驳情歌天马。等到月上中天了，我再喊你。那你就叫我。断一缕青丝白发，岁月相望咫尺天涯。触碰穿越千年的一字一画，水墨中埋藏多少牵挂。望着烛台上那幅画，辗转风干是你的泪呀。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看你睡得太熟了，就没喊你。你怕不是骗我的吧？殿下，在里面吗？你们不必进来，带我出去便是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吓死我了！倘若你有什么意外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蓉儿，阿姐，蓉儿，阿姐，阿姐，师傅，蓉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荒郊野岭的，一个人在外面不回家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问呢。富二姑娘当真是奇女子，和新都侯府定亲不成，就由令判告知。孤男寡女，独处一夜，难道你们富家家风便是如此吗？我，西河郡主，西河郡主此话未免也太过尖酸刻薄了吧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富姑娘当真是好手段，连吴小侯爷也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。原来在郡主看来，只要帮忙说句公道话，就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那下回我要是帮郡主说点什么，岂不是？你大胆500起。看到了吗？闭嘴！郡主自见我以来就一直咄咄逼人。我跟殿下什么关系？需要跟你交代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苏恩哥哥绝对不可能和你有什么的，你别胡乱说话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好话歹话你都一个人说了，我说什么呀？行了，你也是护食心切，下回呢，就千万不要再乱咬人啦。你骂我是狗？你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你就这么由着他欺负我吗？送西河郡主回府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他欺负我。多谢。害师傅担心了。郡主，您请吧。